的是没救了。都是你花莲县政府的烂事，你们的公所不行，你们县政府不行。不讨论救灾，不讨论救责，这些人在讨论怎么样把政体给。为什么不能对老百姓多放点心啊？那叶圣武下面多少人命啊？你还是台派吗？你要台独，你至少要对台湾人好一点吧。把政治玩成这个程度，非常的心寒。民进党再玩下去，台湾真的会完蛋。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第11届立法院王定宇张尊涵行政院秘书长阮昭雄行政院团队成员徐国勇建议透过媒体第三方释出澄清且具杀伤力消息，以利友军本党委员和政务人员接着反击。例如这个下方序列 Mr. 科学生生一个绿色的侧翼，花莲惨重灾情14年以罹难，林保局表示9月21到9月23已经通报花莲县政府9次，昨天上午更发布红色警戒，并建议花莲县政府强制撤离当地民众。花莲县政府会不会太扯？开始发起进攻，张宗涵马上回应3个时间点：1、921刘世芳指挥官要求撤离1800户，请县政府确认名单。9月22早上要求执行撤离。923上午议题，各位啊，看清楚了没有？921 1800户，到了922直接跳到8000户，他都不讲，意思说都不撤。你为什么一整天都不撤？更扯是林淑芬啊，公文啊。死亡人民分布图证明很重要，什么意思？叫你把分布图拉出来，然后方便他们操作。花莲县政府没有撤离，才会死这么多人。14位罹难者都在那一村哦。前一天农业部就通知地方政府要撤离该村住户，结果县政府没有完整撤离，因为堰塞湖哦是内政部、农业部他们要去负责的。林淑芬接着说，导致人数众多，有没有看到？很重要啊，就是因为这样子操作，所以人数众多，民党立委叫李坤城啊，不是921就开始通报，意思什么？有通报了，所以速度就很快啦。然后呢，王定宇接着，马太安溪、光复乡迄今14位罹难者位置图全都在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强制要求撤离范围，公所落实执行不力，难辞其咎，就是这个序列。各位真的很恐怖啊！王定宇逻辑很清楚，你不撤离，然后你把图拉出来，花莲县政府太扯了，你们都不撤离，我告诉你，撤离的范围都是中央政府已经标定了，就是你们落实不力。这样听懂了没有？你看扯不扯？竟然敢到这种程度，他就是要标定一个来，我说要撤离，我说要扩大撤离，范围都给你标出来了，你为什么不撤离？今天这么多人，都是你花莲县政府的烂事，你们的公所不行，你们县政府不行，就这个序列具杀伤力的澄清，真的是没救了。不讨论救灾，不讨论救责，这些人在讨论怎么样把政体给丧尽天良，不足以形容之啊。有办法一天撤离8000人吗？你以为撤离这么好撤离啊？还搞出了一个什么垂直撤离啊？行政院团队就是王定宇的狗。收到。林淑芬更扯，哪一村要讲出来呀？哪一村就是前一天农业部通知你地方政府要撤离，结果你没有完整撤离呀。所以各位，林淑芬这家伙还要选台北县长吗？林淑芬这家伙还有资格选台北县长吗？而且还下指导棋哦，你这样写文绉绉，直接一点呐。然后蔡依宇哦，还稍微担心说，哎呀，人民现在不想看到中央跟地方人命关天还在互打啦，也许我们展现圣母定一点，用责备的语气念自己人怎么通报，该撤离不再多吃一点，如果有危险应该每小时都重复不断要求花莲县政府啊。整个党就长一样，全部都是畜生，没有比较好比较差，通通都是畜生。他没有什么圣母啦，什么都没有了，没有什么良心啊，哪里有什么良心啊？全部都为了打击政敌啊，只有打击政敌是他们唯一在乎的事情啊。天灾还在斗争，最扯的是民进党自己人的反应。你看王定宇怒呛一群叛徒退群，天哪，没有任何的良心啊！他们对灾民17个人完全无感。重点不是说他妈你们这些人行为哦，重点是哇，哪个畜生泄露我们的秘密，扯爆了。我们福编哦，对这个事情研究蛮深的，他把整个事件整理的非常专业哦。首先续民呢，不要做政治操作。花莲县政府已经尽力疏散马太安溪堰塞湖行的原因，114年为怕台风造成的豪雨，造成万荣乡国有林地发生局部走山哦，使北纬24
93.96度，东经121.3，形成巨大的坝体。马太安溪的堰塞湖水量呢，议题前有9100万吨，跟南化水库差不多。马太安溪的堰塞湖当地为国有林地、国有河川，属中央管，但下游地方灾变预防是花莲县政府的权责。这就是那个堰塞湖的位置，马太安溪堰塞湖在这里，它那个山坡崩下来之后就堵住了，有这样的一个这么巨大的一个水体。我们看到这个更清楚了哦。微怕台风之后，万荣国有林地局部走山型就这一块，这个权责我们厘清了嘛。然后其实农业部、内政部、花莲县政府及黑熊在讲的花莲王傅昆萁办公室都去过 N 次。根本问题是马太安溪堰塞湖当地是深山峻谷啊。那这个地方呢，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这里没有路啊。它虽然距离下游没有很远，都是这个完全是这种地形的产业道路，这上不去啊。这个地方呢，大型机具要引流，要先开一条路，所以没有办法立即实行。那问题就在于说啊，你要积极怎么处理？其实你应该提早来进行所谓的一个警戒跟加强的一个预防的处理。福编是认为说啊，事务官跟地方政府都已经处理了，最大的问题是低估洪峰的情境。但问题在于说，这个撤离的一个速度你快速的把人数给往上拉，所以9次通报根本就没有利益。最扯的就是刚才讲到这个垂直撤离的一个事情就垂直避难嘛。这件事情呢，我们大概把整个流程理清之后，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个事情。刚才福编就事务官的角度，他提了一个关键嘛，就是他没有路可以上去，所以你大型机具要上去很困难。然后再来呢，你本身它的一个坝体非常的巨大，必须要长时间的去做，所以中央确实欠缺所谓经验，没有错。所以我们讲句公道话，从站在事务官的角度来判断，它本来处理就非常困难。接下来就是中央政府官员的工作，你们政务官就必须要做一个判断，就是要怎么样来积极减灾。你可能没有办法除灾，但是你至少能够减灾。因为国军是吊民法罪，他可以这个悲天悯人，本来就是要这个保家卫国嘛，家老百姓就是家，他本来就是救灾是这国军的重要任务之一。因为他现在立即可以出动各样的大式的机具装备，然后人员的动员能力是最快的，为什么不可以呢？他那时候又说不行，现在又说可以，他前后摇摆，又说不能进入民宅，就说现在可以进入民宅去救灾了。你这个说法是前后矛盾，所以总统做事情或讲话是洞见观瞻，一定要非常谨慎，要有一贯性，要有这个权威性，要有正确性，要有科学性，不能前后矛盾、上下颠倒，让人家无所适从。所以我认为赖清德在很多地方要做功课，要好好的去做研究，然后要有悲天悯人的胸怀。这个我们这一次看到马太安溪这个我们讲的溢流也好、溃堤也好，造成大量人民这个生命财产的这个损失，重大损失。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政府在应变力上面是有很大的问题。当初这2个月没有做任何动作，2个月为什么不去疏通？派一个 CH 4馆秦乐谷的作战直升机，它可以载12公吨，把大山猫、小山猫、中怪手都调进去嘛，把它做一个慢慢的疏通，慢慢的先把它解压，说怎么可能让9600万公吨的水，像南化水库那么大水，给它积在那边？结果一溃堤之后，万马奔腾，摧枯拉朽，损失了那么多条宝贵的生命，那财产的损失无计其数啊！那现在中央又开始甩到地方去，这2个月在做什么？2个月都在搞大罢免。第一个，你有这么大型的直升机运具，你为什么不把大型机具调进去？深山峡谷，那你可不可以调小台的先进去，先去减灾？你大东西你可以调，你为什么不调？是吧？你为什么不做？最大的疑问就这个啊！你为什么不做减灾的工作？因为很简单嘛，做这个没票嘛。这将军是专业的，人家知道说多少飞机可以调多少，他可以怎么去处理。那最后那一句话最精髓啊！7、8月在大罢免大成功，从5月开始到7、8月，我在大罢免啊，我做什么做？我干嘛要跟你那边搞？从中央到地方全面性的在搞。傅昆萁嘛，他要那时候把大型机具调进去，帮忙把堰塞湖给疏通，那是不是傅昆萁就跳出来？你看，我争取到中央来帮忙疏通堰塞湖，那大罢免会成功吗？还罢得下去吗？重点就是要对付傅昆萁嘛，不就这么简单？丧心病狂，整个政党脑袋瓜里面，除了政治斗争之外，还有什么东西啊？他们想把人民当什么？当渣仔啦，当提票机啦，当政治斗争的工具啦。堰塞湖的形成是天灾，但堰塞湖处理失败，那很多就是人祸构成的成分。然后民进党看到这个，他不但不想要回应积极的处置，他甚至想要借这个机会把责任跟苦难嫁祸给在野党。
这时候你就不得不感叹，这些人真的是人渣，为什么要这么的过分？为什么要这样子处理？为什么不能对老百姓多放点心啊？为什么就多一点点就好了？我又不要求你很多，你想罢傅昆萁没关系啊，你去罢啊，你有89啊，你有黑熊啊，李佑昌也进驻啦，你去罢啊。那叶圣武下面多少人命啊？要不是光复是一个人口外流的乡，更多人搞不好就在那边生活，那个一个下来全部就没了呢。你还是台派吗？你就算哪派你要台独，你至少要对台湾人好一点吧。你还有一点把台湾人放在你的心里面吗？我觉得今天在台湾把政治玩成这个程度，真是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的心寒。民进党再玩下去，台湾真的会完蛋。